你知道吗？2026年天上将会上演一场非常非常罕见的大秀。这不只是天文学家会很兴奋而已哦，在古老的智慧里面，像这样子的时刻，往往都预示着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叫做丙午火马与七星连珠的宇宙级事件，它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好，问题来了，这么强大的能量交汇在一起，究竟会像很多古老传说讲的那样，带来混乱跟灾难，或者它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校准自己的人生方向？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索的核心。2026年之所以这么特别，就是因为有两种超强的能量叠加在一起，一个是代表热情跟变革的丙午火马，另一个是象征秩序跟重整的七星连珠。你想想，这两种听起来有点矛盾的力量，到底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等一下就来一个一个拆解。好，为了搞懂这个宇宙级的大事件，我们的路线图是这样走的。首先，我们会先了解一下这个天象到底有多稀有，然后我们会翻开历史，看看这些星象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接着，我们会学到该怎么驾驭火马年那股强大的能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会给你一套非常具体的方法，让你可以在那个关键时刻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定锚。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宇宙队列。在讨论它有什么意义之前，总得先搞清楚2026年天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所谓的七星连珠讲白了就是从我们地球上看过去，哇，7颗行星好像约好了一样，全部挤在天空的一个小角落里。虽然说这是一种视觉上的现象啦，但是在很多古老的文化里，这被看作是宇宙能量高度集中的一个时刻，就好像宇宙拿了一个放大镜对准了我们地球。来，请拿出你的手机或笔记本，把这个日子圈起来。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就是行星连珠能量最强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它会是我们采取行动跟这股宇宙能量同步的中心点。好，了解天象本身之后，我们进到第二部分，重新解读星象。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这种罕见天象，可能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历史怎么说，你会发现，故事的版本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你看，这里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在民间传说里，这种天象通常是灾难片的预告，让人觉得很害怕。可是呢，如果你去翻官方的历史记录，会发现它反而比较像一个新时代的开幕典礼，代表一个旧的秩序要结束了，一个更光明的吉祥的时代正要开始。当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一个很清楚的规律就出现了。不管是周朝取代暴政，汉朝的崛起，还是宋朝开启了文化盛世，这些历史上重大的正向的转变，都刚好伴随着类似的星象。所以说，这种天象它更像是一个宇宙级的重开机按钮，要为一个新的文明奠定基础。而且不只是东方这样看，很有趣的是，你如果从西方的历法来看，2026年的2月刚好是一个非常工整的、完美的4周乘以7天的日历方格。这在象征意义上，不也正好呼应了秩序跟结构这个主题吗？就好像宇宙在告诉我们，它准备好了一个框架来平衡火马年可能会带来的躁动。好，既然我们已经把星象连珠重新定义成一个秩序的象征，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主角火马。第三部分，我们来学到底该怎么驾驭这匹烈火之马。这一年的能量这么强，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反过来被它吞噬掉？我们首先要有个观念，火马年的能量，它就像一股超强的电流，本身没有好坏，它可以点亮一整个城市，但也可能不小心就引发火灾。所以关键从来都不是能量本身，而是我们懂不懂得怎么去引导它、使用它。那古老的智慧给了我们一个超棒的指引，就这4个字：妖不胜得。意思就是说，不管外在的环境有多混乱、多动荡，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内在那个核心稳定住。那个核心就是你的品德、你的心性。所以重点来了
面对这股能量，我们的策略绝对不是去压抑它、对抗它。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拦得住一匹全速狂奔的野马？不可能嘛！正确的做法是为它盖一条又直又宽的跑道，把这股强大的动能引导到你真正想去的那个目标跟方向。好，心法我们大概懂了，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来，我们进到第4部分，来聊点实际的功法。接下来我们会用古老的5行法则，提供一些你马上就可以在生活中用到的技巧，来帮助你调和自己的能量场。OK， 根据5行理论，火马年火的能量太旺了，容易让人心浮气躁。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泻火，然后生金。在5行里面，土可以让火的能量稳定下来，而金代表的是成果跟收获。所以在日常穿搭或环境布置上，多用一些代表土的黄色、棕色系，还有代表金的白色，就可以很巧妙地平衡掉过旺的火能量，帮助你把那股躁动转化成实际的成果。反过来说，会增强火气的红色就要尽量少用咯。哇，前边铺陈了这么多，全部都是为了我们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一个为你量身打造的2026年定王仪式。这是一套你可以在2月28日那一天一步一步跟着做的指南，帮助你把自己的意图跟宇宙的能量对齐，然后把它牢牢地锁定下来。这个仪式的核心目标就2个字：定锚。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天上星星排好的那个完美的宇宙秩序下载到你自己的生命里，变成你生活中的个人秩序。这一步就是要把一个巨大的天文事件变成一个深刻而且对你个人非常有力量的校准时刻。做法真的非常简单，只有3个步骤。第一步，观察，亲自去感受一下天空的能量。第2步，书写，把你的愿景变成具体的、可以执行的行动蓝图。第3步，定锚，用一句特定的话为你的计划注入力量。透过这个流程，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个人蓝图跟天上的星辰蓝图对齐。在你把计划都写完之后，请在最后写下这句话：星辰归位，秩序已成，火马奔腾，引向光明。这句话它就像一个 powerful 的能量印记，它会把你的个人计划跟这一次宏大的宇宙事件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除了写下来，你也可以在那一天，或是在接下来的一整年，把这些话当成你的内在信念。不管是为了事业，还是为了身心健康，这些简单又有力的宣告，都可以随时提醒你，帮助你巩固自己的心态，强化你内在的秩序。在完成仪式那天晚上，还有最后一个很舒服的步骤，睡觉前用温温的盐水泡个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家养生法，目的就是要达到水火既济的状态。讲白了，就是让我们脑袋里面的火气往下走，跟身体下方的水气调和，帮助你把当天高涨的能量平稳下来，保证你可以睡个好觉。所以你看，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的目标都可以浓缩成这个核心信念，如同星辰连成一线，我的目标与行动也将合而为一。把这句话刻在心里，让它成为你穿越2026年最好的指引。最后，我们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宇宙已经为我们搭好了一个这么宏大的舞台，秩序跟力量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你呢？你将如何写下专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剧本？谢谢你的收看。